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Dreams Bloomer， 我是 Mickey。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在20多年当中，各种大小的案子，从60亿到10几万，各种大小规格的专案里面，我认为在报价整个结构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在于记录。为什么我真心认为在报价的整个结构里面，记录是如何的重要呢？ Maybe 你可能不以为然，在记录跟事后分析的这几个结构当中，其实你是真的能够赚到更大的利润，以及能够让你的报价变得更高。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一开始在做专案的时候呢，或者是自己去了解整个过程之后，我会做什么样的分析，给我自己去做整个记录跟发想嘛。一开始的结构是这样子的，我会先思考说，我这个 project 专案来讲的话呢，我是哪里进来的，哪一种方式进来的？意思是说，是人介绍吗？还是看我公司网上进来吗？还是之前的客户转介绍的吗？之类的。那我会知道是说 A、B、C 是怎么进来的。接下来呢，我会去思考几个点，因为所有的沟通都是所谓的专案进来的，那你会跟对方沟通。那沟通来讲会分成是，如果是他方的话，其实就客户 client， 那这是 me 就是我。那两边方来讲，其实你要双方向的沟通。双方向沟通来讲，你会要确定是他那边有几个人，有几个层级。层级是指说谁真正有决定权，做决定，最后的决定。然后这个决定也要透过几个层级，最后才能够层层上去。那我们这边呢，我会发现说我们有多少的人力，然后再来我需要去评估说我们的能力到多少高度，因为这代表说我能够产值的，依照这个专案能够最高产值是以这个社会竞争来讲的话，到底我自己评估它是得几分？万一分数不够高的话，那当然我也不敢报太高嘛。所以当这个评估之后呢，我会拉一个时间轴出来。这时间轴意思是说，假设我现在是3月，我预定我6月3个月的时间，我想要做完它，可是我有预感 ，maybe 看它这个状况，意思是说它层级太多，可能沟通要很花时间，所以这整个时期，这是理想值，其实要拉高，所以我有一个缓冲期，比如说到9月。所以当我依照这个的理解力，我写得越清楚越好，那我就可以知道是说我的时间拉前。那这个人力跟能力来讲的话，又分成说我是不是需要外包。那 outsource 就分2种啊，我是不是需要找很厉害的专家，还是找另外一个公司直接外发出去的。那这意思是说这部分是没有利润的哦。那我再出去之后呢，我需要去理解钱这件事情。我整个专案最重要就是钱嘛。那所以钱的重要点是在于是说，我要确定是谁进来，然后最后在这个地方确定我有几个点，比如说这个点去核心，这地方是核对，这地方是核对，然后中间有什么样的工具，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人去承接这些事情，我全部都把它记录起来。然后我们的缓冲期会是怎么样？然后想是说，最好状况3个月完成，最差的状况会是怎么样？就相狠一点啊，这边就拉长，最后到这边才完成。那到这边来讲的话呢，会不会是什么？简单讲说，没有钱 ，no money。我做完案子了，可是我赚不到钱。这里就是很多钱啊，万一我到这个点的话，可能 maybe 赚一点点钱。所以光是时间轴，你可能就已经心里有一个概念了。那钱的部分的话，你会去问他是说钱怎么样进来，我是不是钱要分出去？那时间只有拉长，有多少人做这个事情，我的利润别跟我的现金流我就清楚了。所以大致上我会用这样子一个状态去看，当然实际的表格会更仔细，但是当你做完这个之后呢，你就会很清楚知道是说，好，这一个专案它是这个样子，下一个专案是这个样子。那每个专案可能不一样，但是万一未来你有碰到同样类型专案，你可以把这一个
分析拿出来，去分析说，哦，我之前记录这样，那我现在分析说 ，OK， 我第二次在做同样一个类别的事情的专案的话，我可以怎么样进步，追求进步？可以说 OK， 我现在更清楚状况了。其实当时我安排4个人去做，其实不需要，我只要3个人就好了。我是不是利润可能就更高了？或者是我在沟通来讲的话呢，我找到某种工具，它可以让沟通方式是更顺畅的，时间是不是又缩短了？那是不是又更多钱了？以此类推。所以做好一个很基本的记录，事后的分析非常重要。那我们来细细的讲解一下差别是什么。当你的案子进来之后呢，我如果知道案源是从我之前的旧客户介绍过来的，这代表的意义是我已经有跟他做过一个完整的专案的执行，我也拿到钱了，客户是满意的，所以他介绍一个客户给我。那客户跟这个转介绍的这个客户呢，2个毕竟是可能是好朋友之类的，所以本身这个信赖度是藉由这个介绍转移到我方这边来的。那这个记录呢是很微妙的，因为当你知道之后，你就知道说，这个开头是好的，中间没有太多的怀疑，你可以好好的去加快整个专案的一个认证。这个认证是指说，它能够快速的给你案子，确定执行完毕，给钱完毕。另外下一个流程是你要去拉那个时间表，然后你需要去把里面的人力，不管是他们这边对接的窗口，我们这边对接的窗口，执行的团队跟他们会怎么去使用，这2边互接的时候，里面的所有的逻辑。那其中切记我觉得很重要是要记住里面发生的情绪问题，因为这情绪问题有时候会导致让整个专案变得很慢，比如说对方客户骂我们啊什么等等的，然后我们团队可能气势比较下降，原本的回应的速度或要执行专案速度变得比较慢，这其实就大大的危害整个专案利润这件事情。所以当你记录下来之后，你会知道是说团队里面，例如说执行方案有4个人，4个人有 A、B、C、D， 那 A 假设他有问题的话，那以后可能在这个部分来讲可以避免掉，因为你已经记录下来了，所以你可以事后检讨这件事情。意思是说，你可以避掉自己团队的缺点，然后呢提升他的优点，然后继续用他的优点让他重复。那所以你的团队的执行力就变优化了。你也可以知道是说，当像我们人，他其实是常常犯错的，同样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下一次又会再犯。所以当你记录之后，例如说我们里面有一位同事，那这个同事他可能讲话比较尖酸刻薄，他在会议之后可能跟客户 maybe 可能大家谈得很嗨，非常高兴，结果他吐了一句话，然后整个气势就往下掉了。这件事情也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因为可以让事后检讨，让他知道或者整个团队知道是说这件事情对公司或对整个专案里面有多少危害。这些小小的例子，从情绪上，从时间上，或 email 上面的一个沟通上，万一有什么问题有误会的话，全部都写下来。这个记录会是能够帮助你让你的公司跑得更顺这件事情。那当然呢，你跑得更顺之后，你要再交接给下一个人，他可以看到这个完整的记录 ，maybe 有可能去复制它，你就可以训练新的人。时间轴这个部分呢，跟利润有绝大的关系，因为执行就是需要人，不管是公司内部的人，自己个人当售后组，或者是有时候你没有那个专业人力，你需要往外发 outsource。那当你发出去的时候呢，其实你的利润其实是没有的，甚至一不小心你可能还会倒赔，因为对方做不好，你可能要擦屁股。那在这个部分来讲，你都会把这些细节全部都记录起来。那当你记录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可能在这一次的记录，我发现，或者上次的记录，当你翻开来之后，你会发现，我那一次的执行，我其实有赚了20万，但是后来倒赔了80万，原因是什么什么什么？那这个原因呢，你就可以把它变成是你的利润钱这件的分析。那钱的分析，你又可以把它分成是说，如果我从哪里进来钱，现金流到底好不好，速度快不快，有没有什么问题，收钱有没有问题，发票里面有没有需要重写啊等等之类的。
当我们有做记录这件事情，而且是完整记录这件事情的时候，越多细节越好。在不同的纬度、不同的细节记录之后，从案源如何进来，然后以及你的人力的发配、执行里面碰到任何问题、沟通问题等等，时间轴碰到的问题，然后以及最后你的利润、你的报价结构有没有因为这样的调整、改变，或者是赔钱，或者是赚钱，赚多赚少，完整的记录下来，1次、2次、3次，你的经验值整个提升之后呢，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去预估说，哇，这件事情我之前好像犯过，那这一次我再重新调整之后，我不要之前这次的发生再一次的重复，因为我们人都蛮健忘，而且常常会发生以前已经犯过错的事情，所以借由记录，你可以完整的避免。听到现在，大家一定觉得说，做记录、事后分析其实是真的蛮重要的一个工具。那它得到好处是，第一，你能够利用它，让你每一次进化，你的执行时间慢慢的缩短，慢慢缩短。那所以缩短的意思是说，在同样的报价结构里面，因为你经过记录、事后反省、进化，你执行的更快，所以当然你的利润是更好咯，对不对？第二，如果你省下这额外的时间，你重新把它丢进去投资你整体的专案，你是不是可以做更高等值的事情？如果是的话，报价是不是就可以变得更高？那在更高的结构下，利润变更高，报价要更高，不断的进步，你能够从里面洞悉，经过分析之后呢，洞悉里面的人事物哪里出了问题，哪里重复出了问题，所以你可以把这些短处盖掉、避掉、解决掉。那这些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会是侵蚀你的利润。第三，当因为你这件事情你已经知道重复做1次、2次、3次的时候呢，它会让你的公司或你的专案跑得更顺。因为有时候说不定你做过一个专案，下一次另外一个专案是同类型、同类别的，你就可以把这个记录拿出来看，我在那个时间点我犯了什么错，我学到了什么，这一次你就会又快又好。甚至如果你公司里面万一有任何人离开的话呢，这件事情因为好好的被记录下来，所以你是可以传承，可以传给下一个人的，去做衔接。以上这几点是我真心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当你要赚更多钱，报价策略整体里面的记录非常重要。那当然，如果大家觉得有其他的想法的话，也欢迎跟我分享，我们可以讨论一下。那如果也想知道说，如果我在分析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我到底分析了哪些事情，如何分析，或有什么细节的话，例如说，我甚至会记录，如果我去客户那边，然后呢，我会记录说我讲什么话，那对方的身体语言以及他的声音，针对我讲的这个议题有什么感触，我都会把它记录下来，因为这些小细节是提高你专案提案的一个成功率，甚至你可以知道说，感觉出说他对于利润的一个承受比，那这些都是一些小小的细节，我会记录。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类似这样的话，欢迎以下留言，大家可以再讨论一下。OK， 谢谢，我是 Mickey，那下次见，拜 ，Adios，ciao。